男人，你现在有没有想尿尿的感觉？有就说有，没有就说无。君北玉沉默。说说嘛，依主父母心，你就把我当你妈，就是娘，不用害羞。无。好的。依着父母心，难道女子是大夫？得女子并未诊脉，或者失针。他突然想起，女子扒开她的衣服，用一种冰凉的东西放在她心脏的位置以及周围，这绝对不是玩闹。他能够感受到女子手法熟练，虽然他不知道女子在做什么，但却知道女子每一次将冰凉物体贴在她身上都是有目的的。他想起女子在摆弄她手臂时，手背上曾微微一疼。难道埋针？君北玉思忖片刻，尝试说话。你心中暗惊，他竟然能说出话，那怎么可能？他绝食了2天，早没力气说话。有事？你别多管闲事。多管闲事？你是说你不愿意被人治疗，想死？对。想放弃治疗，这你家人同意吗？君北玉沉默。家人？父皇算是他的家人吗？父皇想要的只有金钱和权力，皇兄皇弟还有皇姐皇妹算吗？宫中捧高踩低，几乎所有兄弟姐妹都围着皇后和安贵妃所生的几名皇子公主转，对他更是不屑一顾。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多，但只有一人是家人，便是母妃。算了，本来还想拿你刷经验，既然你自己都不想活，我非得救你也是不道德。他看了一眼滴了一半的营养液，瘪了瘪嘴。这位公子，要不然你再忍忍，我耽误你寻死了，真是抱歉。但我这一针还没有打完，一点经验刷不到不说，还损失1袋营养液，我太亏了。劳累您把这一瓶打完，我发誓以后肯定不来阻止你寻死。只要打完这瓶营养液，男子身体有了一点起色，他就有经验的。针、营养液、经验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慕容朱雀怕男子挣扎，又从空间掏出了一根镇定剂，给男子注射进去。这次君美玉感受到了疼痛。你在做什么？好了好了，打完了，不怕不怕啊！但还没等他说话，一阵困意快速袭来。你刚说了一个字，体力不支便昏睡了过去。慕容朱雀哪还有心思看书，看着镇定剂针管和注射了一半的营养液，心疼的鼻尖都酸了。真是的，如果我早知道这人不想活，怎么可能浪费营养液呀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。好好的人怎么说不活就不活呢？不就是被烧伤眼睛瞎，好像腿也瘸嘛。只要你不急我也不急，我们一边慢慢刷经验一边慢慢治，多好。直到营养液输完，他拔了针头，还按压了一会儿男子的手背，确定不出血，这才放开。用完的医疗器械又扔回空间，扔在外面也可以，只要他离开，这些废物就能消失。但如果扔回空间，可以换一点小经验，经验很少，但聊胜于无。慕容朱雀再次惋惜地看了一眼不肯让他刷经验的小怪，便转身离开，由狗洞又钻了回去。从狗洞钻回来，就好像从一个凄凉的世界返回正常的世界。隔壁院子荒凉寂静绝望，而昌宁侯府，先不说住在里面的都是什么好货色，单就气氛来说，还是有着欣欣向荣的朝气。如果让我慢慢治该多好。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是人？可惜了我的经验值。就在慕容朱雀走回之前隐匿地点时，就听见有人喊着：“在这里，少夫人在这里！”紧接着，一堆嬷嬷丫鬟哗啦啦的跑了过来。为首之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气急败坏、满头是汗的李嬷嬷。少夫人，您去了哪儿啊？知不知道奴婢找您找的好苦啊？你们找的苦不苦，关我什么事？李嬷嬷一怔，怎么很难理解吗？本来就不是一路人，你们连装都懒得装，还指望我体谅你们？你们脑回路这么清奇吗？一大堆人僵在原地，慕容朱雀没再搭理他们，按照记忆向和煦院走，一边走还一边嘟囔：那么好的小怪，可惜了。
和煦院是昌宁侯世子所住的院子，如今世子刚成婚，还没纳妾，理应夫妻二人同住，所以慕容朱雀也要住在和煦院。春柳和秋月两人刚跟着李嬷嬷受罚，心里正郁闷着，见私生女一脸惬意的样子，真是要多生气有多生气。两人交换了眼神，秋月突然灵机一动道：少夫人，您知道府中盛传一件事吗？慕容朱雀懒洋洋地瘫在软榻上。什么事？是关于世子的，说说看。秋月眼神闪了闪，低声道：这个奴婢背后编排主子，搞不好会受罚，所以希望少夫人有一些表示。哼，那就算了，本少夫人对沈公姬没什么兴趣，你们若主动说，我就随便听听，你们不说我也不强求，否则被发现，本少夫人损失银子还小，被扣上一顶关心沈公姬的帽子，那就糟了。春柳一愣，少夫人怎么在背后辱骂世子？不服你去告啊，爱去哪儿告去哪儿告。你！春柳气得咬牙切齿。秋月冷了脸道：少夫人可知您和公姬拜堂时，世子去哪了？齐旭。秋月幸灾乐祸道：偷偷告诉您，您和世子成亲那一天，是我们世子表姐唐姑娘生日，在素秋阁办了一场生辰宴，世子是着急去表小姐的生辰宴。是吗？早说呀，那我也不拜堂，一起去给表姐祝寿。两个丫鬟不是想看她愤怒的模样，可惜让他们失望了。果然，秋月和春柳吃惊，世子不拜堂去见表小姐，难道少夫人您不生气？哼，有什么气可生？不过这表姐对表弟意义非凡呢。现代不允许表姐弟结婚，但古代好像可以，会不会有什么奸情？春柳和秋月相视一看，交换眼神中的得意。回少夫人，当然意义非凡了。既然非凡，表姐怎么不嫁他？嫌他纨绔？抛开奸情，只说姐弟关系，明知道表弟结婚，却让表弟来过生日，那表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如果他表弟结婚当天出现在他生日上，慕容朱雀能打断表弟的腿，卸了表弟的四肢，摘了表弟的脑袋，把表弟大卸8块扔回婚礼现场。表小姐嫁不进来，还不是因为和慕容姑娘有婚约？慕容姑娘指的可不是慕容朱雀，而是慕容嫣然。因为有婚约，所以不嫁表弟，这理由，哎呀，也就能糊弄糊弄你们这群没脑子的东西吧。同一时间，另一地点，瑞王府管家李恒匆匆回来。当踏入萧条的瑞王府，看见还坚守岗位的几个老仆时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曾经瑞王府金碧辉煌，高朋满座，现在却是门可罗雀。守门丁三迎了上来：管家，您回来了。王爷呢？还在清热院。您不在，我们不敢去打扰王爷。王爷现在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不吃东西啊。李恒没再和丁三聊，匆匆跑了进去，去千瑞院接王爷了。王爷在外面晒了整整1天，也不知道情况如何。看着管家的背影，丁三鼻尖一酸，伸手擦掉眼角的泪花。好在王爷生命应该没几天了，再遭上几天的罪，就能解脱了。千瑞院，李恒是一溜小跑跑过去的。进了杂草丛生的院子，他目光复杂的抬眼看去，看向平地中间的躺椅，既希望王爷早点解脱，又舍不得王爷英年早逝。李恒顾不上粗喘，再次撩起袍子跑进来，一口气跑到王爷身旁，再次吃了一惊，因为照比上午走时，王爷现在的气色明显好了一些，连素来干渴的嘴唇也丰盈湿润了许多。王爷。李恒声音颤抖，担心这是王爷回光返照。昏睡的君北玉悠悠醒来，回来了。李恒强颜欢笑：是，让王爷久等了，真的对不住啊。小人的老伴身子骨真是不争气，说坏就坏。小人今天训家里的2个孽子了，让他们下回好生照顾母亲。君北玉静静听着，唇角忍不住勾起一抹弧度。是有人借机抢我们东西了吧？没有啊，王爷您别多想，我们挺好的。李恒不是没说过谎，但是在眼盲心明的王爷面前，还是紧张的结结巴巴。无妨。说完便沉沉睡去。李恒不敢怠慢，叫了几名家奴，把瘦的只剩下一层皮包骨的王爷小心翼翼地再抬回房间。一炷香的时间后，安顿好王爷，李恒悄悄出了房间，几名老奴围了上来。怎么样，管家，王爷的情况如何了？好点了吗？李恒苦笑着摇头。丁三红着眼圈：管家，你昨天说王爷可能熬不过今夜，是真的吗？难道你们没发现王爷现在状况有所好转吗？另一名老仆邱进道：王爷好转不是挺好吗？丁三叹了口气：
你真是老糊涂呀！王爷这2天吃了多少，喝了多少，我们还不知道吗？王爷已经汤水不进了，你还指望康复？现在多办事。后面的话说不出来，众人都知道丁三要说的是回光返照。管家李恒的眼泪到底还是没憋住。罢了，你们也不用太难受，咱们能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就看天命了。同一时间，另一边晚膳时，2等丫鬟十分乖巧听话，拿了许多饭菜了。4菜1汤，每个盘子都装得满满。慕容朱雀吃的不多，大多都剩了下，便把剩菜都放空间里做储备粮。他空间里有个保鲜区域，平时放一些针剂药物，现在空间等级还未激活，没那么多药，就直接拿来当冰箱用。慕容朱雀刚把剩菜塞进去，紧闭的房门便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，沈世子气势汹汹地冲进来。慕容麻雀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惹我母亲！快去给母亲跪着赔罪，要不然这件事我们没完。慕容朱雀端起茶碗，慢悠悠地抿了一口。世子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？谁惹夫人了？夫人让我罚跪祠堂，我跪了。之后侯爷回来训夫人，关我什么事？如果不是你把祠堂的地砖跪碎了，父亲会责怪母亲吗？所以是我故意跪碎地砖的咯。慕容朱雀故作疑惑地看着眼前满脸愤怒的男子，笑道：哼，从前听说沈世子不爱读书，我觉得正常沟通应该没问题。如今一看，这书啊，还是要多读点儿。你沈子言更是气得火冒三丈。慕容麻雀，别以为本世子不知道，祠堂地砖碎了，就是你动的手脚。哦，我动什么手脚了？洗耳恭听。说着，还煞有其事的用小手指抠了抠耳朵，真好像认真听一般。谁知道你动了什么手脚？沈子言愤怒道。慕容朱雀表情困惑。你刚刚不是还说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现在又不知道，你到底知道不知道？不会是不懂装懂吧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智也。沈子言气得险些原地蹦起来，这辈子他没被人这么气过。还有，我把祠堂青砖跪碎，侯爷为什么要训斥夫人？应该是训斥我呀。是不是世子觉得侯爷不分青红皂白？要不然我们找侯爷说道说道，可不能冤枉无辜的夫人呐。那是因为母亲她。沈子言声音一顿，发现自己上套了，咆哮道：慕容麻雀，你还不知错！慕容朱雀依旧笑眯眯，不疾不徐地绕圈子。还真不知道呢，错在哪里？请世子指点一下。无论母亲做了什么，她都是长辈。对啊，我知道她是长辈，所以夫人让我敬茶我就敬了，让我跪祠堂我就跪了。问题是侯爷训夫人，也不是我训夫人。你该不会以为是我使唤侯爷训斥夫人的吧？这锅我可背不了，我们还是找侯爷说明白吧。沈子言快气疯了，李嬷嬷等人小心翼翼地趴在门口偷听，原本大家都偷着乐，以为世子肯定能教训教训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贱人，但后来发现，刚开始少爷在咆哮，然后少爷咆哮，后来依旧在咆哮。反观少夫人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永远笑吟吟。少爷好像是输了。你确定？确定什么呀？沈子言咬牙切齿。本世子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到底给不给母亲道歉？慕容朱雀依旧笑呵呵。我不介意给夫人道歉呢，但我实在是不知道因为什么道歉。要不然你先把我说服了，我这就去道歉。行，你……沈子言指着女子的鼻子，咬牙切齿。慕容麻雀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我要后悔什么呢？沈子言要疯了，再和这滚刀肉多说一句话，他就能吐血。哼，慕容麻雀，我们走着瞧。扔下一句狠话，沈子言便转身大步出了房门。门外丫鬟们都懵了，议论纷纷。你们说少夫人是不是被什么鬼怪上身了？我现在看见少夫人的笑容就瘆得慌。我也是，我特别害怕少夫人笑，明明的笑容很甜，但总觉得毛骨悚然。李嬷嬷没和丫鬟们议论，急匆匆地追了过去。世子别生气，气大伤身。依老奴看啊，那慕容麻雀脑子有点问题，他都听不出好赖话。什么？听不出好赖话？哼，本世子怎么觉得在他心里清楚得很呢？他现在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生生的气人。世子别和他一般见识了，她就是个私生女，您和她吵架要嫁。沈子言灵机一动，哎，李嬷嬷，本世子问你，你有方法整他吗？不用分什么好办法坏办法，只要能整他就行。李嬷嬷心中暗道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连夫人和孙姨娘都治不了他，
但李嬷嬷是世子的奶娘，从小看着世子长大，见自己的宝贝世子被一个私生女气成这样，也是既生气又心疼。回世子，奴婢大能耐没有，整治不听话丫头的手段倒是有几个，就是毕竟少夫人的身份。沈子言焦急打断：别管他身份，使劲给本世子整，出了什么事儿由本世子担着，做好了本世子重重有赏。是，世子您放心，明天奴婢就开始整他。沈子言已经等不及了。啊，今天不行？李嬷嬷看了眼天色，小心翼翼道：今天太晚了，少夫人再过分，她也是少夫人，奴婢最多给少夫人添添堵，怎么敢晚上不让少夫人睡觉呢？若是侯爷知道，奴婢真的担当不起啊。沈子言一听父亲，瞬间就怂了。哦，那行，那就从明天开始。又交代了2句，心情好一些的沈子言转身回了房间。一回房间就见到那可恶的女子。这里是本世子的房间，你滚出去。您让我滚我就滚。突然他想到一个问题，和煦院是沈公基的院子，里里外外都是沈公基的人，他住在这儿相当于每天被盯着，就好比今天看书，他得一边看书一边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声响，一旦有脚步声就立刻把书塞回空间，看书都看不安生，更何况他以后还想弄点发明创造赚银子，所以他得找个远离攻击人少安静的院子。想到这儿，慕容朱雀语调生生一转：世子不愿意见我呀？行，我可以走，但我好歹是侯府少夫人，总不能睡院子里，是吧？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人家会说侯府闲话的。正在气头上的沈子言当然没有发现女子眼底的狡黠和话里的陷阱，直接上钩。只要你不睡在本世子的房间里，你爱睡哪睡哪。那我可以自己选个房子了？可以，只要你离本世子远远的，别让本世子看见，你想住哪住哪。好的，那我这就去选院子了。说完便兴致勃勃地出了门，去往狗洞的方向。慕容朱雀隐约记得白天路过这里时，看见了几个干净整洁不像有人住的院子，如果那院子没人住就正好，他住。母妃，王爷您醒醒。您是做噩梦了吗？王爷。君北玉猛地醒来，这里不是母妃的千瑞宫，而是自己的房间。原来是噩梦啊。他抿着唇，心底剧痛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见母妃了，他好想再见一次母妃。为什么母妃不肯见他？他想不明白，就因为那怪梦吗？但他听母妃的话，从未将那梦告诉过任何人。母妃，他真的想见母妃，那是他世上唯一的亲人。心中的疼痛席卷全身，那撕裂般的痛苦，甚至比当初遭遇火灾时还疼，还要猛烈。守夜的秋瑾自责的要死。管家，都是小人的错，小人一直盯着王爷，就莫名其妙的睡着了。管家李恒叹了口气，好了，别自责了，毕竟白天干了一天的活儿，睡着了也很正常。因为种种原因，自从王爷病倒，管家便把大多数的仆人遣散出王府，只留下一些知根知底的家奴。但这么几个人打理这么大的王府，如何吃得消？两人完全没有发现床上平躺的男子少见的动了动，他的手慢慢的攥成拳头一般，好像做了什么决定。说。正说话的李恒一愣，急忙冲到床前。王爷，是您在叫小人吗？床上男人半张脸已毁，只有下巴和嘴还残留着原来的模样，下巴刀削精致，嘴唇形似柳叶。水。两人吃了一惊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已经整整2天，王爷拒绝吃喝，哪怕他们把水用勺子喂到王爷的唇边，王爷依旧死死地闭着嘴不肯张开，却没有想到王爷突然要喝水。秋瑾惊恐地看向李恒，眼圈红着，用眼神询问：这是回光返照吗？人在临死前会有回光返照，哪怕之前汤水不进，依旧能要吃要喝，有的甚至还能下床溜达一圈。回光返照会持续大概2个时辰，结束之后人便再无药可医。李恒也是无声哽咽，沉重的点了点头。秋瑾喉结滚动，将苦涩的眼泪咽了回去。管家，我们要拿水吗？李恒苦笑着点了点头。拿吧，不拿又怎么样呢？难道不给回光返照的病人吃喝，就能留住他们？大局已定啊！秋瑾拿来温水，一勺一勺地喂着王爷。在喂到第4勺的时候，王爷突然紧闭嘴唇。秋瑾知道王爷这是不肯喝了。粥。管家，要拿粥吗？拿。
邱进急忙的进了厨房，把温着的白粥拿来，又开始喂王爷。喂了小半碗，王爷再次合上嘴。就在两人以为王爷接下来会交代临终遗言时，却听王爷虚弱中有了一丝戾气的声音：睡吧。清晨，众人担惊受怕的守了整整一夜，却惊喜的发现王爷并没有什么意外，不仅睡得好好的，连气色都比昨天好了。邱进倒吸了一口气，奇迹，奇迹啊！昏睡的君北玉悠悠醒来，他心中惊讶不已，他竟然安睡了整整一晚，竟然一次都没有醒过。从前他噩梦连连，即便没有噩梦，也会一个时辰惊醒一次，一会儿昏睡，一会儿醒来，让他头脑浑浑噩噩。但因为今天的好眠，他头脑却异常的清醒，身体也难得的轻松。他赌赢了，上苍终于眷顾他一回了吗？昨天晚上梦见母妃被大火吞噬，他心如刀割，那一刻他无比的想活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母妃。昨天他遇见了千瑞院的神秘女子，经历了女子古怪的治疗方法。起初他并未多想，但回到房间之后，内心有个声音越来越大，这种疗法他没有经历过，所以也没有失败过，可以再赌一次，赌最后一次。如果神秘女子的方法也不行，那以后他就不再挣扎。所以昨天晚上他破天荒的要了水和粥，却没有想到他身体真的有所好转。李恒和邱进乐疯了。王爷，您感觉怎么样啊？要用早膳吗？水和粥。是王爷。君北玉则是细细思考着，女子是谁？什么身份？医术是什么流派？会不会是谁派来的？会不会有所阴谋？突然思绪戛然而止，因为他觉得既然下毒，就不应该管这些，哪怕女子是阎王派来，他也得试一试。